白花花的嫂子为了3斤白面，竟主动把你推倒在高粱地里，可你的第一反应却是将对方丰满的躯体一脚踹开，因为眼前的画面正是你前世20岁时干的荒唐事，也就是今天自己的媳妇刚生了孩子没多久，就被自己那个后妈给活活打死，而原因竟只是因为妻子给闺女熬了一碗小米粥喝。等到你在外面鬼混完回家，看到的只是2具冰冷的尸体，直到那时你才幡然醒悟，一路南下打工创业，奋斗到中年，终于成了全国闻名的富商。然而即使如此，你却感到越发的空虚寂寞，最后只能一个人郁郁而终。没想到如今居然又有了再来一次的机会，当即你抓起外套就往家里狂奔。而此时张家庄的一间灰瓦泥墙里，后娘孙娟正单手叉腰，用一根木棍指着儿媳，家里就这么点粮食，你居然敢偷偷的煮给这个赔钱货吃。李香秀刚生下孩子，再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，身体弱得不得了，她跪在地上哭着哀求，娘就让她吃点，孩子再不吃就快要饿死了，她一个赔钱货死了就死了，我今天就让你好好尝尝记性。说着孙娟就用木棍狠狠地抽在了李香秀身上，然而她只能一动不动地蜷缩在地上，紧紧地将孩子护在怀里，不是不想反抗，实在是饿得没了力气。直到孙娟打累了，她才一屁股坐在旁边的凳子上，恶狠狠地说，这个赔钱货，要么你自己扔了，要么就我把他扔到粪坑里溺死。一听这话，李香秀把孩子抱得更紧了，她不断地摇着头，不要弄死我的孩子。见状，孙娟直接疼得站了起来，抄起棍子挽起袖子又开始动手，看来刚才那顿打是白挨了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个破货。此时的李香秀已经极度虚弱，她的意识已经有些模糊。就在这时，院门被砰的一声踢开，给我住手！你气喘吁吁地走进院子，望着躺在地上被打得不成人样的妻子，你的瞳孔瞬间放大。上一世只知道自己的媳妇受到了莫大的欺负，可是并没有亲眼看见，如今眼睁睁地看到这一幕，你心头的怒火轰的一声炸开。孙娟见状既惊讶又心虚，宝山你怎么回来了？李香秀也缓缓地抬起头来，但她也并没有抱什么希望，她知道这个男人不可能替自己出头。然而下一秒，你猛地一拳打在了孙娟的脸上，直接将她打得撞到旁边的桌子上，这一拳着实把孙娟打懵了，她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有种的时候。地上的李香秀也满脸不可置信，无比震惊地看着丈夫。就在这时，里屋跑出来一个大胖妞，尖着嗓子大叫着就跑到孙娟面前，这是孙娟和前夫未婚先孕生的女儿刘小芳。自从你的父亲死了之后，孙娟就把这个孽种给接了过来，平日里有什么好东西全都给了她吃，跟养祖宗一样供着。你懒得搭理这娘俩，伸手把媳妇扶了起来，又帮她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你和孩子有没有伤着？李香秀更加愕然了，恍惚了一下，才赶紧把孩子从怀里拿出来看了看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我没事，孩子也好好的，你居然敢对我娘动手！这时刘小芳怪叫一声，直接扑了过来，我和你拼了！你直接一脚把她踹到一旁，你打她干什么？孙娟连忙过去搀扶，真当我眼瞎了吗？我爹走后，你把家底挥霍一通，全都喂给了这头猪，她是我娘，好东西都应该给我吃，你凭什么说我？刘小芳早就被养成了巨婴，居然直接在地上撒泼抖腿，哭个不停。孙娟咬着牙站起来，直勾勾的盯着你，你别看见我打她就觉得不服，家里就剩那么点小米，全都让她偷着给那赔钱货吃了。一听这话，李香秀再也忍不住，强忍着委屈哭着辩解，娘孩子都快饿死了，我再不熬粥给她吃，难道要看着她活活饿死吗？闻言，孙娟重重的吐了一口唾沫，饿死了也活该，你也不是啥好货，什么都不要都愿意嫁过来，肯定有问题。你此时正气头上，听对方居然敢这么侮辱自己的媳妇和女儿，直接抡圆了胳膊又是啪啪2个大嘴巴，打得孙娟倒在地上半天起不来。孙娟意识到自己确实也打不过一个男人，但她有的是坏水，扯着嘴角露出尖酸的笑容，看来你是真长本事了，你们今天就给我滚出这个家！闻听此言，李香秀顿时心底一凉，自己倒是可以陪着你到野地里去睡觉，可是孩子不行。她轻轻拉了拉你的衣角，要不咱还是服软吧？呵呵呵，不敢了吧？不敢了就给我乖乖跪下认错。看着她这副盛气凌人的模样，你怒极反笑，真是不要脸的泼妇！这房子也是我爹的，要滚也是你滚！孙娟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，尖着嗓子大笑，实话告诉你吧，你爹早就把这房子给我了。她说着就转身进了里屋，不多时就把一张房契重重的拍在桌子上，你拿起来扫了一眼，顿时如遭雷击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自己老爹和孙娟的名字，而且还各自按了红手印。看着你这副震惊的样子，孙娟露出几分轻蔑，不得不说你们走也得走，不走我就去告官，我有房契可不怕你。这话一出，你紧紧攥紧拳头，但房契上毕竟没有自己的名字，自己也不能拿他怎么样。犹豫了一会，你双眼通红似的盯着他，一句话也没说，扭头带着媳妇进屋开始收拾东西。望着一家3口的背影，孙娟冷笑连连，你这废物就等着饿死在外面吧，路上你主动把孩子接过来，媳妇你跟着我让你受苦啊。李香秀微微低头，既然我嫁给你了，不管日子怎么样，我愿意跟你过。这话让你一阵感动，你一把将对方抱入怀中，香秀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们娘俩养得白白胖胖的。闻言，李香秀灿烂的笑了，好，我相信你，不过咱们现在去哪？你犹豫了片刻，去你家。李香秀顿时低下了头，她自己家里的情况她是知道的，实在是条件太差了，要不然她爹也不能轻易的把她嫁给你。放心，到了家我去和咱爹说。你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牵着他的手。天黑之前总算到了李家沟，到了家门口，一个佝偻的老头正在收拾柴火。当他看清来人是女婿和闺女的时候，手中的柴火咣当一声掉到了地上，连忙擦了擦手，一副讨好的样子，走过来，哎呦姑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以为是自己闺女被退回来了。爹没什么事，我带着香秀回来住一段时间。好，快进来。李建国连忙带着3人进门，点起昏黄的油灯之后，就小心翼翼地站在炕边，搓着衣角，一张老脸通红。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来家里，什么吃的都没了，我这把年纪也挣不了工分，一天就全靠着中午去大队食堂吃点。李香秀眼泪止不住的掉了下来，一是心疼爹爹，二是不知道自己的闺女应该怎么挨过去。偏偏就在这时候，孩子饿醒了，哇哇哭个不停。李建国佝偻的身子微微站直，闺女你别着急，我去你二叔家借点。说着他就急忙转身，可因为老眼昏花，又差点绊倒你。你这是上前扶住，爹我和你一起去。你自然明白这个年代去亲戚家借吃的根本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更何况老婆孩子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自己有很大的责任。不行，李建国非常强硬的把你推开，姑爷我不能让你丢这个人，我这张老脸无所谓。说着就一个人颤颤巍巍的出门了。不一会的功夫，他就提着1斤白面回来了，另一只手里还捏着2个鸡蛋。闺女啊，我先给孩子熬点糊糊，吃这2个鸡蛋我就给你蒸上。这老头看起来格外开心，但你却清楚的看见岳父的2个膝盖分明沾着尘土。为了借点粮食，他给自己的亲弟弟下跪了。你张了张嘴，最终却只是捏紧了拳头，心里很清楚现在自己说什么都没有用，关键是得
得赶紧把日子过好。东西很快就端上了桌子，但是却只有3碗。老爷子说什么也不愿意坐下一起吃，但是你固执地将3碗糊糊分成了4份，并且保证以后会担起这个家来。说着就打开自己的包裹，里面是一张牛角硬弓，还有10来支箭，另外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打猎工具。靠着这么一座大山饿不死人。你一边收拾东西一边笑着说：“你们休息一下就睡觉吧，待会我就进山。”你心里清楚，虽然晚上打猎更加危险，但山里的野兽大多是夜行动物，只有趁着这个时候才能打到更多的猎物。李香秀还想劝说几句，但你已经出了门，他急得直掉眼泪。爹，万一他出了意外咋办？李建国毕竟活了60、70年，还是有一些看人的眼光。他望着窗外，轻轻摇头：“咱这女婿真和以前不一样。”而此时行走在夜路上的你目光坚定。上辈子老婆孩子没了之后，你其实并没有直接南下，而是一个人在山里待了2、3年。在这期间，靠着手中的一张弓，不知打死了多少头野猪。而且山上原本有2头老虎，后来莫名其妙的没了，其实就是你打死的。也是靠着在山里打猎磨砺出来的狠劲和杀意，才让你南下之后在商海沉浮之中立于不败之地。对于你而言，进山才是真正的回家。在月光的衬托下，眼前这座大山却是黑漆漆的，好似一头卧在那里的巨兽。你站在山前，打开布袋，从里面拿出一个乌黑的长毛头，随即提着就进了山。在山里找到一根粗细合适的笔直的小树，用尽全力将这棵小树折断，把多余的树杈砍掉，用一捆麻绳将毛头缠在这根笔直的树上，这就成了一根长矛。当然，你不会拿着这玩意直接去和野猪正面对抗，那和找死没有任何分别。要做的是像上一世一样，找一棵树爬上去，静静的等待着猎物从树下经过，瞅准时机直接把长矛头掷下去。这既是你老爹的经验，也是你上一世自己用惯了的手法。循着记忆在丛林之中慢慢穿梭，半个小时后，你来到了一处灌木丛，周围有几棵粗壮的大树，正好把中间这一处灌木丛围起来。你记得清楚，这里就是野猪经常走的一条道。山里的动物都是有自己的固定活动路线，哪怕是一只兔子也有自己逃跑的几条固定兔道。都说猎人的经验很重要，这就是经验之一，否则在这大山里胡乱转悠，累死也未必能碰到一头猎物。你深吸一口气，蹲下抓起一把草放在鼻尖闻了闻，隐约之间能够闻到一股腥臭味，准确来说是野猪身上的那股猪粪味。你站起来，嘴角带笑，往后退了几步，一阵助跑，冲向了旁边一棵大树，动作十分麻利，像个猿猴似的爬到了树杈上。你找了个舒服的姿势，同时视野开阔，将长矛提在手里，矛尖向下，静静的等待着。打猎根本不像电影里演的那么刺激，更多的是需要耐心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月亮逐渐移动到天空的正中央，正是午夜时分。你用力甩了甩头，你是又累又饿又困，但也必须得坚持，老婆孩子还在家里等着。就在这时，左前方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你浑身肌肉顿时绷紧，放缓呼吸，紧紧盯着那边。月光下，灌木丛轻轻晃动，有什么东西从那边朝着你所在的树下走来。吭吭吭吭，一头目测200多斤的母野猪从灌木丛里探出头，伸着鼻子左右乱嗅。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可这头母野猪却不再往前，犹犹豫豫，十分谨慎，似乎是闻到了你的味道。一人一猪就这样互相僵持着，周围突然也一片寂静。足足过了好一会，几只昆虫终于开始继续鸣叫，而这头母野猪也终于放下警惕，一边嗅闻着地面找吃的，一边慢慢往前。10步5步3步，你默默估算着距离，手心都有些出汗。终于这头野猪停在你这棵树下，不停地嗅闻着树根，似乎好奇你留下的味道。你慢慢移动矛头，瞄准野猪的前腿跟与脊背交界处，并没有用力抛，而是直接松开手，因为用力往下抛一定会失去准头，哪怕是经验十分丰富的老猎人也容易扎不中。而你挑选的这根小树足足有7、8斤重，加上矛头差不多10斤重，在这4米多高的高度落下去，威力已经相当可观。而且你瞄准的地方正是野猪的心肺位置，只听见扑哧一声，整个矛头全部扎进野猪体内，只听见野猪怪叫一声，凭借着本能蹬直4条腿就要逃走，可刚一发力，整头猪扑通一声翻倒在地。你连忙下树绕开猪头，免得被这野猪临死前挣扎伤到。瞅准机会，一把握住长矛，一边用力往里面捅，一边死命压着整头野猪。无数的血沫从伤口处不断渗出，野猪张嘴想要叫都叫不出来，因为肺已经被扎透了。再加上你不断用力矛头，终于刺破了野猪的心脏。短短1、2分钟的功夫，200多斤的野猪便4条腿挺直，只偶尔抽搐一下。你擦了擦冷汗，不敢过多停留，把弓箭和其他东西藏到了树上，抓住野猪的2条后腿背在身上，一路小跑下山。等到你气喘吁吁的回到岳父家，浑身湿透，你轻轻敲了敲门，爹媳妇我回来了。开门，此时是后半夜，但你也不敢大声说话。左邻右舍一旦听见动静，肯定会出来看看什么情况，让他们看见自己身上的野猪，到时候少不了麻烦。毕竟这3年自然灾害以来，不知多少人都饿得两眼发昏，看到肉搞不好能直接冲上来抢。李香秀听见声音，赶紧推了推父亲，爹，你听，是不是你回来了？李建国直起腰，仔细听了听，还真是你，别动，我去开门。他点起微弱的油灯，慢慢走到院里，隔着门小声问，是你吧？爹，是我，快开门。拉开木门，门栓，你直接冲了进来，关好门之后，一言不发的就进了里屋。李建国跟在后面，举着油灯，眯着眼睛仔细看了看，顿时吓了一大跳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这是咋了？他手里的油灯都拿不住，下意识的松手。此时你浑身杀气未消，全身是血，活像一个凶神，但你反应还是够快，赶紧接住了油灯。毕竟这时候没有可是稀罕物，不是那么好弄的。爹，你小点声，你极力压着声音。李香秀听见动静，把孩子放到一旁，也赶忙从炕上下来，掀开门帘一看，顿时也惊了一大跳。虚你瞪着眼睛，李香秀看了看地上的野猪，却并没有十分兴奋，反而十分担心的直接扑过来，也不顾那些血污，抓着你的胳膊上下翻看，你是不是伤着哪了？怎么这么多血啊？看着他要哭的样子，你笑了，心头更是一阵温暖。要换成别的婆娘，肯定立马冲着野猪去了，毕竟那可是珍贵的肉，哪里还管自家汉子有事没事？好了，放心吧，我没事，这些血都是这玩意的。你咧开满口白牙笑着，李建国父女2人都松了口气，然后目光才看向地上的野猪，仔细看了看之后，他们2个更加震惊。李建国举着颤颤巍巍的双手上下打量着野猪，难以掩饰满脸兴奋，这么大的家伙你都能打回来，我看早些年俺们村那个守山的也没这本事。嘿嘿嘿，这下好了，这头家伙足够咱们一家4口吃好几天，也能让你好好补充一下营养。你温柔地看着李香秀，此时李香秀也是高兴的浑身发颤，毕竟她已经很多年没正儿八经吃口肉，嫁给你之后就更别提了，连点油水都没尝到过。哎呀，我老汉真有福啊，能有你这么个好女婿，哈哈哈。李建国笑得合不拢嘴，爹媳妇咱都小点声，这事可不能让村里的其他人知道，我看事不宜迟，趁着天还没亮，立马把这猪给收拾出来。对对对，我把它弄成熏肉，足够咱们吃好
好几个月了。李建国撸起袖子，别看这老头看起来老平日里没法去村里大队干活，但是却经常去各门各户里干百家活，所以他也算个多面手，什么活都会干，一点杀猪宰羊的事也是相当熟练。女婿，你肯定累了，先上炕歇一会，我来捣鼓就行。李香秀已经端出一盆热水，还在锅台上放了一碗热水，洗了洗身上的血泥，把热水一口喝光，一边擦嘴一边说：“不用，我不累，咱们一起干更快。”三个人相视一笑，毕竟眼前的可是肉，谁还顾得上睡觉啊？一个个都两眼放光。李建国放血剥皮，李香秀则开始烧热水，你则负责来回搬运，而且你很谨慎，并没有把血水倒出去，而是直接泼进了粪坑。待到天色拂晓，这头200多斤的猪已经被分割成各个部分，看着鲜红的猪肉，一家人别提多高兴，更别提还有猪骨和猪皮，这些都可以拿出去换东西。爹，你把这些肉全部熏起来吧，别忘了先给我媳妇做一碗肉，她现在需要营养才能下奶。李建国哈哈大笑，好，我也给你做一大碗。不用，你把那些猪骨头和猪皮用包袱裹了起来，我跑一趟镇上用这些东西换点别的。李建国和李香秀顿时收住笑脸，好歹你先吃了饭再走。是啊，李香秀擦着手过来，你都累了一天一夜了，也没睡个好觉，这么干下去不行的。他满眼心疼，你擦了擦汗，心头的暖意越发浓郁。好，咱们先吃饭。很快，浓郁的肉香布满整个小土屋。李建国端着2碗肉汤放上桌来，尝尝我老头子的手艺。姑爷，你功劳最大，吃块大的。他拿起筷子夹了一大块肥瘦相间的肉放到你的碗里，而是老头子自己却只盛了1碗汤而已。李香秀愣了一下，想让自己爹也吃肉，但他张了张嘴，还是没敢开口，只是眼巴巴地看着爹。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儿子，我说到做到，会给你养老的。所以他把自己碗里的肉匀过去，吃什么您就吃什么。不等老头子拒绝，你直接抬手，故作严肃，不准和我客气。你这老头不听话，可容易挨揍。李香秀扑哧一声笑了，李建国也是哈哈直笑。好，我听话，一家人吃得满嘴油光。吃过了饭，你便带着包袱要出发。李建国送你到门口。就在这时，隔壁2口子扛着锄头正好出门。李建国的脸色顿时有些难看，眼神躲闪。李卫兵笑呵呵地开口：“老李头，这就是你那个倒插门的女婿吧？今早我上山听你弟弟说了。”李建国低着头：“我女婿不是倒插门，他就是过来住几天。得了吧，谁不知道你这女婿成天游手好闲，没个正形，在自己村里混不下去，就过来吃你老头子。”说话间，这家伙的脸上没有丝毫怜悯，反而是一股嘲笑之色。说完，他看着你，小伙子，你的脸皮也真够厚的。老李头把闺女嫁给你啊，算着他倒了8辈子血没了。李建国搓了搓手，想要说什么，却又不知如何开口。我懒得搭理这2口子，背着包裹便往镇上去了。到了镇上，我拿着东西进了一家供销社，先看了看左右都没有人。老板，这些东西你要不要？说着我就打开了包袱。老板看到，眼睛顿时亮了起来，立马走出柜台，走后面说。我微微一笑，淡定地跟在老板后面。为什么要来找这个供销社老板？因为我记得这个老板需要猪骨磨成粉做药引子，上一世他到处出高价收购猪骨。小伙子，你想换什么东西？老板的目光一直盯着那些白花花的猪骨头。我伸出3根手指，淡淡的说：2瓶老白干，1瓶没油。什么？老板尖叫一声，然后又赶紧压低声音。我说：小伙子，这3瓶东西值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不要算了，我也不废话，包起东西就要走。别，你着什么急啊？老板赶紧拉住我的胳膊。此时老板娘掀开门帘冲了出来，看到猪骨头顿时乐开了花。老板没有办法，只能答应了我的交换。换完东西以后，我直接去了镇政府，和门卫说明来意之后，轻车熟路的进了办公室。在进去之前，我把2瓶酒藏进了衣服里。办公室里只有一个人，穿着灰白色的中山装，正拿着报纸在看。我轻轻敲了敲门，笑着点头。李维明，李队长是吗？是我。同志，你有什么事吗？那人站起来，有些意外的看着我。我进门，顺便关上了门，从怀里掏出2瓶白酒。李维明顿时警觉，同志，你搞这一套是什么意思啊？李队长，我是张弘阳的儿子张宝山。李维明顿时愣住了，上下打量我一番之后，这才卸下了警惕。是你啊？李维明现在是镇上的民兵队长，早年间经常带人上山巡逻，和我爹关系非常好。李维明给我倒了杯热水，坐下之后叹了口气，没想到你爹都已经走了，真是命运无常啊！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吧？不过先说好，你把酒拿回去，我不搞那一套。我笑着摆了摆手，李叔，我这2瓶酒不是贿赂您的，就是我爹临走前跟我说，当年他喝了你不少酒，让我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还给你。听到我这么说，李维明挑了挑眉，犹豫了一下。好吧，不过我得告诉你，我不会因为你这2瓶酒给你走后门哈。我点了点头，我明白李叔，我是想当个守山人，找您帮我申请一下。我没有我爹那么大的本事，如果真有猛兽从山上冲下来，祸害我们老百姓的庄稼，我手里没武器也不行。李维明眨了眨眼，你是想申请1支枪？我还以为什么事呢。李维明松了口气，这个没问题，你们家是猎户出身，资格也够，你的年龄也合规。他站起身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现在就去给你办，在这等我。不一会的功夫，李维明就提着1支步枪回来了。我按流程签字，按手印。李维明看完文件点头说，这就没问题了。不过我一次只能给你20发子弹，你每打1发，要在这个本本上记清楚打了什么东西，子弹用完了可以随时过来找我要。好，我都明白，谢谢李叔。我连连点头。守山人不用去大队干活，虽然分不到粮食，但是山里的东西可以随便打。从镇政府出来，我长出一口气，有了神器在手，接下来什么都好说了。我吹着口哨，扛着枪，提着煤油，乐呵呵的回家了。可刚到门口，顿时听到家里传来一阵阵吵闹声，我急忙冲进院里，只见李卫兵带着几个村民把李建国和李香秀围了起来。再一看，地上还摆着2大块熏了一半的肉。李卫兵红着眼大声吆喝：“老李头，一把年纪都干不了活，哪来这么好的肉？肯定是偷的。”李香秀忍不住反驳李二哥：“这是我男人从山上打来的，不是偷的。”放屁！你那个男人什么德行？他能打来这个玩意？李香秀气得满脸通红，其他人也是纷纷附和。行了，老李头，我也不难为你，到底从哪偷的？老实交代，还能从宽处理。
要是等我们把你送到村大队去，可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。这家伙摆明了就是想来分肉，可李建国哪里能把肉送出去？这可是我打来的。李卫兵气得上蹿下跳，气急败坏地指着他大叫：大家一起动手把这个老杂毛绑了，挂牌子游街！我看到这一幕，一声大吼，我看谁他妈敢动！众人吓了一跳，纷纷转头看去。李香秀已经急得满眼泪花，看到我终于露出了笑容。我走到人群中央，一把将几个人推开。你们想干什么明抢啊？你少在这里乱扣帽子！这么多猪肉不可能是你打的。李卫兵还想发动周围的人，反正大家见者有份。我抄起旁边的柴刀，大喊：这野猪就是老子从山上打的，谁敢抢我砍死他！李卫兵吓得退了好几步，其他想哄抢的也缩着脖子往后躲。他们心里都觉得奇怪，不是说老李头家的女婿是个废物吗？这他妈到底是谁传的谣言？他分明是个狠人。李卫兵眼珠子乱转，顿时又来了坏水。你上山打猎那是侵吞公家财产，我要去镇上告你，你就等着坐牢吧！一听这话，李建国顿时慌了神，他赶紧颤颤巍巍地走上前去，把我拦到身后，大声说：有什么事你们冲我来，和我姑爷没关系。李香秀也是担心的不得了，赶紧小声说：不行，你先跑吧，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。哈哈，现在知道怕了。晚了，李卫兵蹦着往外跑，头也不回地去了村大队，其他人也是笑呵呵地等着看笑话。姑爷你赶紧往山里跑，先躲躲风头再说。是啊，宝山你快走吧。李香秀用力往外推我，你们别担心，等他把人叫来了看谁认栽。我淡定自若地捡起地上的猪肉，不多时门外传来一阵密集的脚步声，李卫兵带着村里的民兵冲了进来，就是他违反规定，私自上山打野猪，快把他抓起来！大队长李德指着我问道：你不是我们村的人吧？我走上前，淡定地回答大队长：守山人打猎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此话一出，现场的所有人都表情一变。哎呀！李卫兵尖叫一声，这小子满嘴跑火车，一句实话都没有。他要是守山人，大队长能不知道吗？李德点了点头，一脸怀疑地望着我。我不急不慢地拿出那张证明，递给对方看。所有人凑上前仔细瞅了瞅，全都愣住了。李德挑了挑眉，既然这样，那就没事了，都散了吧。人家合法合规没什么问题。等会我叫住他，然后指着李卫兵，这个家伙带了一群人闯到我家里来，还要动手把我老丈人绑起来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吧？什么？李德顿时脸色难看，缓缓转头盯着李卫兵，你这家伙真是胆大包天啊！关1个月进行思想教育。李卫兵一听，直接吓懵了，其他人也吓得四散而逃。所有人走了以后，李建国还笑呵呵地问守山人的事。我看了看周围，拉着老丈人和媳妇进屋，直接把白布揭开，露出一把崭新的步枪。我的妈呀，直接给你发枪了！李建国瞪大双眼，李香秀更是满脸不可置信。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，我信誓旦旦地说。此刻孩子却突然在炕上哭了起来，李香秀赶忙过去抱起来，突然又开始掉泪。怎么了媳妇？李香秀委屈巴巴地哭着说，对不起，你都给我吃肉了，可我还是没有下奶喂孩子。李建国搓了搓手，小心翼翼地说，姑爷你也别怪香秀，她的身子太虚了，就算补回点营养，一时半会也下不来奶。我眉头紧锁，明天我就去找医生开个方子，估计很快就能下奶了。父女二人这下彻底慌了，互相看了一眼，都不敢再说话。我看到他们的表情，赶紧解释，你们别多想，我记得下奶的方子好像有一个是用鲫鱼熬汤，对不对？李建国点了点头，对，但是现在河都干了，哪里还有鱼？我眼神微亮，我倒是知道有个地方有鱼，拿起枪揣好子弹，我这就进山，你们等我。说完，我轻轻抚摸着媳妇的肩膀，你也放宽心，不要那么大的压力，我不会怪你的。李香秀这才点了点头，抱着孩子进了里屋。爹，我脸色严肃地对李建国说，我上山之后你千万锁好门，谁叫门也不要开。没过多久，我已经进了大山，大山的最深处有个阴影湾，水特别深，我也只在小时候和老爹进去过一次。越往深处走，周围林子越密，很快就已经走不动了。我掏出柴刀，一边开路一边往前。远处夕阳落下，猫头鹰那诡异的笑声此起彼伏，配合着眼前阴森的原始丛林，仿佛有一阵阵寒意从背后升起。咽了口唾沫，我打起12分警惕，为了媳妇和孩子，就算是龙潭虎穴也得闯一遭。很快跃上树梢，我突然缓缓猫下身，把自己潜藏在树丛里。前面就是那处水湾，正倒映着天上的月亮，借着月光可以看到水边有几个影子正匍匐在地上，咕噜咕噜的舔水喝，动静这么大，不是老虎就是狼，要么就是狗熊。我在泥土里掏了几条蚯蚓，从兜里摸出鱼线和鱼钩，把蚯蚓穿在上面，远远地扔进了水湾里。鱼钩入水的声音虽然很小，但瞬间引起了那边几个黑影的警觉。只见那些影子纷纷抬起头，朝着这边的方向看过来，我的心脏瞬间收紧，赶紧把枪挪到身前，枪口对着黑影。也就在这时，周围突然彻底安静下来，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后背莫名其妙的发毛。坏了，果然下一秒，水边那些黑影朝着远处纷纷逃窜。我猛然回身，只见一头将近2米的大黑熊就在我身后，一人一熊相距不过5米。我没有任何犹豫，当即扣动扳机，甚至都没来得及瞄准，反正就只有一个目的，打中最好，打不中巨大的枪声也能把这玩意吓跑。吼的一声，黑熊转身跑出数米远，却又停下脚步，阴森森地望着我。我赶紧拉动枪栓，重新把一发子弹推进枪膛，举起来瞄准熊的脑袋。黑熊感觉到了危险，掉头就跑。我双眼瞪圆，用力扣动扳机，砰！子弹击中了黑熊右腿，但这玩意并没停下，依旧往前狂奔。听着声音越来越远，我这才缓缓放下枪，擦了擦满头冷汗。枪声把这山中的一切动物都吓跑了，当然鱼也不例外。足足等了1个多小时，我才钓到第一条鱼，拿起来一看，顿时笑了。这是一条3两重的鲫鱼，换了条蚯蚓之后，又把鱼钩抛了下去，就这样足足守了一夜。天边泛白之时，我用草绳穿着7、8条鲫鱼下了山，
回头望了望整座大山，把枪和鱼放到一旁，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，嘴里小声嘟囔多谢山神爷，这是父亲教给我的规矩，如果在山里遇到危险，最后又能活着离开大山的话，一定要恭恭敬敬地拜一拜。提着鱼回家，只见大门是敞开着的，进去一看，李香秀就坐在院子里，两人四目相对，他蹭的一声小步跑过来，又抓着我上下打量，确定没有什么伤口，他才松了口气。你这人也真是的，一宿不回来担心死我了。我的疲惫顿时一扫而空，笑呵呵地提起手中的鱼，这一下你有的吃了，咱闺女也有的吃了。李香秀看着新鲜的鲫鱼，微张着小嘴，你还真钓到了。我搂着老婆的肩膀往里屋走，柔声细问，你在院子里等了我一宿啊？李香秀抿着嘴轻轻点头，以后不许这样了，给我乖乖睡觉。李香秀仰起头，一脸担忧，放心，山神也可怜咱们一家，不会让我有事的。回来了，李建国从门外背着一捆柴进门，看到鲫鱼，这老头也十分高兴，立刻忙活着熬鲫鱼汤。回到这里以后，李香秀的精神状态好了不少，加上又结结实实吃了几顿饱饭，几碗鲫鱼汤下去，中午的时候就下了奶。她喜极而泣，抱着孩子回房间开始喂奶。宝山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娘俩真就活不下来。只见我已经歪倒在炕头，闭着眼睛微微打鼾，太累了，这几天几夜我一点都没有休息，一觉睡到了下午4点，醒来感觉浑身酸痛，我来给你按一按。李香秀温柔地走了过来，我舒舒服服地享受着。李香秀一边按一边说，和你商量个事，要不咱们还是回去吧。我一脸疑惑地回头，甚至都有些惊讶。李香秀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不管怎么说，孙娟也是咱名义上的妈，咱们应该给她养老送终，这我就得批评你了。我盘腿坐了起来，你就是这个性格才会老受欺负，我们绝对不会再回去，以后咱家就只有爹一个老人，我会给他老人家养老送终，咱们一家3口就在这生活下去。李香秀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，其实她也只是试探一下，听到我这么说，她才彻底放心。我突然抓起李香秀的手，这双手上满是血口子，简直触目惊心，这应该是长期重度劳作加上泡水导致，要是不治疗根本没法愈合。我突然想起来，狼油对这种疮口有奇效，晚上吃过饭，我背着步枪又要进山，李香秀的眉毛都变成了8字，担心的一直在屋内打转。转眼的功夫，我再次出现在深山之中，深呼吸一口气，这一次直接拉栓上膛，月光如水，我的身影在树影之中缓缓前进，担心的是再碰到黑熊，所以特意绕过了那片阴影湾，来到山林最深处。我双手放在嘴边拱起，一声狼嚎吐出嗷呜，学的狼叫非常像，声音在大山里久久回荡，急忙竖起耳朵仔细听，左前方突然传来了一声回音，同样是一声嗷呜狼叫。我笑了，端起枪就朝那边走去，但是越来越多的狼叫声从那个方向传来，我的脚步顿时停住了，嘴角一阵抽搐。这叫声保守估计也得有10几头狼，那些狼距离我越来越近，来不及多想，我掉头就跑，可是2条腿哪里比得上4条腿，短短几分钟的功夫就被狼群追上了。狼的眼睛在月光的反照下透出一股绿油油的光泽，一眼望去居然有20多头。卧槽，我骂了一声，看了看左右，连忙就要往树上爬，可这里是真正的深山老林，树都长得奇高无比，而且树干笔直光滑，蹬了好几脚愣是爬不上去。此时狼群已经逼近，站在前面的狼王足有半人多高，这畜生歪着头看了看我，发出了一声低吼，身边的那些狼立刻散开，直接把我围在了中间。我背靠大树，连忙举起枪，咽了口唾沫，眼睛飞快转动，当即锁定了狼王，子弹射出却打高了，贴着狼王的头皮飞了过去。我简直要骂娘，赶紧拉栓重新上膛。周围的狼低吼一声，朝着我扑了过来，我来不及开枪，干脆把枪当棍子挥了一拳，扫倒了2头狼，发出一声哀嚎，其他狼纷纷后退，弓着身子死死盯着我。此时狼王不断地用前爪挠着脑袋，刚刚那一枪把他的头皮给擦开了一道口子，显然疼得不轻。我看到这一幕，不敢再犹豫，直接抬枪再次瞄准了狼王。这一次狼王彻底倒在地上，其他狼见状纷纷往后退，咔嚓，我再次推入一发子弹，一枪放倒了另一头狼。这下所有的狼都怕了，立刻掉头逃进了森林之中。我靠着大树缓缓滑坐在地上，只觉得一阵口干舌燥，心脏还在砰砰跳个不停。谁能想到一嗓子居然招出了一群狼，歇了好一会，拿着枪紧接着靠近狼王，确定死透了才将其背到身上。好家伙，一上手才知道，这畜生足足得有70、80斤，连带着打死的另一头狼都扛了起来。等回到村子，天色已经大亮，路上不少人都看到了我背着2头狼，一个个满眼震惊的愣在原地。等我走远了，村民们交头接耳，这不就是老李头家的那个上门女婿吗？好家伙，他打了2头狼啊，其中有一头还特别大，搞不好是个狼王。回到家，我将2头狼重重的卸到院子里。李建国提着泔水桶出来，看到地上2头狼，吓得双腿发软，当场瘫软在地。我把狩猎经过说得轻描淡写，李建国却听得心惊肉跳。李香秀出来，看到自家男人身上又有血迹，他一阵皱眉，于是又是一番仔细搜身检查。不过我也乐得如此，满脸笑意的看着媳妇，这下你的手就有救了。我说着拉起李香秀的手，你要我的手哪有你的命重要？李香秀笑着嗔怪。2人到了院子里，我和李建国一起剥皮拆骨，李香秀负责烧热水。没多久，我就剥下一张完整的狼皮，能找人好好揉一下，然后给小家伙做一点狼皮帽子，再缝个狼皮小袄，一定很漂亮。李香秀坐在灶台边，明媚的笑着，这么小就穿狼皮，长大了还不得也得很啊。听着小两口你一句我一句，李建国心里别提多美了。他原本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，哪能想到自己还能有这样的幸福时光。处理好2头狼，已经是中午时分，我用几个石头围了一圈，熬制了一大碗狼油，冷却的差不多了，牵起李香秀的手，轻轻的一点一点往那些口子上涂抹。李香秀心里只觉得美滋滋的，她往窗外偷看了几眼，突然凑过去用力亲了我一口，
小两口面面相觑，不由得都有些脸红。李队长有什么事吗？院子里传来李建国的声音。大爷，我听说宝山打了2头狼是吧？李德探头探脑的往里看，我走了出来。李队长怎么了？李德欲言又止，咱们进屋说。片刻之后，屋子里4个人神情凝重。按照李德的说法，政府在村里规划了一个牛圈，当时是搜查了山上没有狼才同意的。跟我说实话，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打到的狼？我看了看老丈人和媳妇，真不想说自己遇见了狼群，否则老丈人和媳妇以后都会担心我。你倒是说啊！李德急得直跺脚，我就想知道在哪，然后把那些狼都给打死。现在关系到咱们村里牛圈的安全，那些牛可都是县里下发下来的任务。我挠了挠头，说道：“李队长，我这么说也描述不准确，不如这样，你回去召集一下人手，我直接带你们进去。”李德态度放缓，好等着。看着他离开，我松了口气。姑爷，咱能做贡献是好事，但千万注意别让自己伤着了。放心吧，爹，我心里有数。很快，李德就带着5个人站在门口，我提着枪跟他们一起出发，走到村口停下脚步。李队长，这么点人不够，其实我在山上遇到的是一群狼。李德顿时吃了一惊，可他旁边的一个年轻人却冷哼：“吹什么牛啊？真要是遇见了一群狼，你咋可能活着回来吗？”喜子，别乱说话。李德皱着眉盯着我，你没撒谎吧？要命的事不可能乱说。我也是神色严肃，然而李德却满脸为难之色。民兵队总共就10几个人，其他人全都到县里学习去了。我眨了眨眼，那好说，把这个情况往上报，让他们派人过来围剿就是了。李德咬着牙道：“不行，一旦让上面知道这里也有狼群，肯定会把牛圈牵走。”李德思虑再三后，大喊一声：“妈的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！同志们，上面把牛圈放到咱们这里是信任咱们，咱们这条命就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。现在我决定，咱们几个直接上山，干掉狼群，你们敢不敢？”这5个精壮小伙子互相看了一眼，齐声呼吼。李德点了点头，看着我说：“你要是害怕，把我们带到地方之后就可以回来。”望着这些人，我笑了，拿下背上的枪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是守山人，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”好，李德满眼欣赏。一行人随即进了山，我带着他们来到昨晚遇到狼群的地方。此时已经是黄昏时分，看着地上草纸上面的血迹，众人的脸色都凝重起来。检查弹药，李德目光坚定。一阵清脆的上膛声之后，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我身上。这里就我一个猎户，论起搜寻狼群踪迹，只有我最擅长。狼王已经被我打死，剩下的狼群四散之后，肯定会选出一个新的狼王，我们就等天黑之后再引他们出来。李德点了点头，怎么吸引？我皱着眉思考了好一会，我来当诱饵。什么？6个人异口同声。狼群很聪明也很记仇，只要我的气味出现在林子里，新狼王为了树立威望，肯定要带着狼群前来复仇。解释明白这一点后，李德一阵挠头，可万一你为了社会主义建设，我们都是义无反顾。我微笑，李德望着我的眼睛，后背起了一阵鸡皮疙瘩。他算是真正佩服起了我的觉悟。天很快就黑了，按照我的计划，其他人全部上了树，端着枪静静等待着。我把狼群引来，月光下漆黑的丛林之中，一声声狼嚎先后传出。站在丛林里的我后背汗毛直竖，扯着嗓子吼了一声，狼群顿时朝着我这边靠近。我拎起枪转身狂奔，丛林之中10几头狼呲着牙迅速穿梭。很快我来到了埋伏之地，停下脚步，转身举枪。树上李德等人也不含糊，所有人纷纷开枪，枪声噼里啪啦，像过年放鞭炮似的，好几头狼应声倒地。我松了口气，端着枪慢慢往前，可下一秒就察觉到不对劲。按理说新的狼王已经被打死，剩下的那些狼早就该逃了，可是剩下的狼群却还在周围转悠。冷汗顺着鬓角流下，猎人的本能不断提醒我情况不对劲，转身就往树上爬。可几乎就在同一时间，李德居然从树上跳了下去。你干什么？赶紧上来！我又气又急。喜子等人却并不听我的，也都跟着李德从树上跳下去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狼这种畜生格外记仇，要打就得全部打死，否则村子早晚要遭殃。李德说着又打了一枪。我紧张地望了望四周，总觉得如芒在背，咽了口唾沫，赶紧解释情况不对劲，这些畜生肯定有别的目的先上树。你可真有意思，一群畜生而已，怎么可能还有目的？喜子摇着头哼笑，你们这些守山人啊，都是这么神神叨叨的。我刚要继续解释，一声虎啸突然从山中传来，紧接着便是几头狼的哀嚎，哼唧哼唧便没了动静。我瞬间反应过来，这些狼是故意把山中的老虎引过来了。听到虎啸声，李德他们6个人全都变了脸色。李哥，这是啥动静啊？喜子说话都带着颤音。李德结结巴巴咽了口唾沫，老虎他端着枪的手都有些微微发颤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上来！我大声嘶吼，奈何这些人已经被吓坏了，2条腿僵硬的挪都挪不动。宽大的虎掌踏出树丛，一头2米多长的大老虎冲了出来，体重起码得有300多斤。眼看着这头老虎越来越近，李德他们几个人吓得双手都在抖。喜子竟然当场吓尿了。老虎抖了抖耳朵，耳朵上白色的斑点逐渐朝前。我太熟悉这个动作，显然就是要扑过来的预兆。满头大汗，抬手就是一枪，紧张之下没有打中。老虎张开血盆大口，扑上来钳住李德的肩膀，宛如匕首一般的虎牙非常尖锐，咔嚓一声刺穿肌肉，直接洞穿了他的肩胛骨。李德惨叫一声，整个人瞬间被老虎拖进树林里。喜子双腿一软，跌坐在地上，小脸煞白。完了，我瞪着眼睛，也是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。一片死寂之中，从树上滑溜下来，怎么办？稍微年长一点的李顺看着我，其他人的目光也聚焦在我身上。没了李德，他们也就没了主心骨。我想了想，你们收拾收拾，赶紧下山，通知村里的人做好防范。那你呢？我得去救他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说完就提着枪一头扎进林子里。月光下血是黑色的，我一路循着血迹玩了命的狂追，一边追环一边开枪，同时不停的大吼大叫。这么做就是为了惊动老虎，动物都会在自己安全的地方才进食，如果不制造动静，老虎肯定会停下来，然后一口咬断李德的脖子。我这样一路追，老虎果然也没敢停，
拖着李德往深山里逃去。2条腿终究跑不过4条腿，没多久就和老虎拉开了相当大的一段距离。现在搞不好李德已经死了，还要不要继续追？我犹豫了，自己家里还有老婆孩子，用力搓了搓头发，最终还是过不了良心这一关，一边循着血迹追上去。与此同时，老虎已经拖着李德回了一处山洞，粗糙的鼻子在他身上来回嗅闻着味道。李德已经认命了，空洞的眼神没有丝毫光泽。老虎张开嘴，刚要朝着他的脖子咬下去，一发子弹带着火光飞来，打在洞穴上，溅起耀眼火花。借着这一丝火光，洞口的我看清了老虎所在，当即第2发子弹。这一次我没有任何恐惧，有的只有救人的念头，手终于不抖了。第2发子弹不偏不倚地打入老虎的脑袋，巨大身躯趴倒在地。李德的眼睛动了动，慢慢抬头看向洞口，只见我拿出火柴划了一根，2人四目相对，全都松了口气。我用布条给对方做了个简单的包扎，2人坐在洞口，望着月光下的深山老林。李德笑了，此刻他什么都不想说，只有劫后余生的极大喜悦，还有对我无以言表的感激。他伸出右手，脸色严肃地说：“兄弟，这个是过命的交情，我永远不会忘。以后我就当你是我的亲兄弟。”看了看他的手，我笑着一把握住好兄弟。2人一瘸一拐地往山外走，老远就看到山下一排排火把，喜子和其他人站在最前面。看到2人出来，所有人都呆住了，真把李二哥救出来了。喜子惊叫：“老虎呢？被我打死了。”我摆了摆手，先给李队长治疗。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把李德抬上担架。我实在是太累了，转身直接回了家。岳父和媳妇都没有睡，毕竟他们也听说了山上有老虎，尤其是听说我追着老虎去了，根本就睡不着觉。你可算回来了，没事吧？李香秀眼中带泪。没事，我先冲一冲，具体的我明天再和你们说。我一觉睡到第2天中午，被外面嘈杂声吵醒，爬起来一看，院子里叽叽喳喳全是人。你们这是？打虎英雄醒了，大家鼓掌。看着这些热情无比的村民，我愣住了，直到我看见人群里的李德，这家伙全身都缠着绷带，左胳膊还打了石膏，不过还好没什么太大的毛病。一个戴着8角帽的中年男人鼓着掌走了出来。宝山啊，我代表全体村民谢谢你，作为守山人你非常合格，一个晚上就除掉了狼群和老虎。今天在食堂办一场庆功宴，你是主角。说话的是村支书李汉生，人群一阵欢呼，簇拥着我去往食堂。说是庆功宴，其实没几个肉菜，不过对于此时的村民们来说，能吃上菜窝头已经很满足了。我表面上吃的还行，心里暗自吐槽，还不如自己在家里吃肉呢。不过借着这个机会，也算在村里立住了脚跟。庆功宴结束，我打算回家再好好睡一觉。李德突然拍了拍我：“兄弟，去我家一趟。”有什么事吗？我打量着他。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李德笑嘻嘻的卖关子，而后就不由分说的拉着我回家。刚一进门，顿时就闻到了一股肉香。只见大铁锅里满满当当炖满了肉，我瞪大眼睛，把那些狼都私吞了。你看你说的什么话？我就说你的觉悟不行。李德翻了个白眼，差不多我都交上去了，这里头也不过寥寥几条狼腿。我也不见外，一屁股斜坐在炕上。你叫我来，就是想请我吃狼肉，不全是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我今天是想好好谢谢你。李德说完，朝着里屋喊了一声：“媳妇，把东西拿出来吧。”只见一个30多岁的女人走出来，她身上穿着碎花袄，脸也保养得很好。很显然，李德平日里没有亏待过她。这是你嫂子梁桂花。李德在中间介绍，然而梁桂花却翻了个白眼，尖声尖气地说道：“我不懂，那么多你把家里的白面都送出去了，咱们家可就没粮了。”李德的脸色顿时有些尴尬，看着我笑了笑，赶紧过去把媳妇拉到一旁：“你怎么回事？咱家不是还有棒子面吗？是他救了我一命，我要是死了，你一口也吃不上。”梁桂花气得直跺脚，转身就跑出了门。李德咬着后槽牙：“兄弟，你别笑话我，我这就只有2斤白面1瓶酒，你别嫌弃，都拿上吧。”一顿拉扯下来，也拗不过李德，我又不想占兄弟的便宜，最后回家倒了半罐子猪油。李哥，这是我的回礼，是兄弟你就别拒绝，我也不想看着你和嫂子打仗了。李哥眼中闪过浓浓的感动，他虽然是村里的民兵队队长，平时家里不缺粮，但是动物油可是稀罕物，一年都吃不上几回。我回到家又睡了一觉，李香秀就坐在旁边帮我缝补衣服。我在林子里跳来窜去，身上的衣服早就已经全是口子，再次睁开眼天已经黑了。李建国父女2人在灶台边做饭，我瞅了一眼女儿，粉嫩的小家伙睡得正香，浓烈的父爱在心头蔓延，轻轻把闺女抱了起来。可下一秒，小家伙直接哇哇大哭，我慌了神，笨拙至极的晃动着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别哭了！然而这小家伙却越哭声音越大，我满脸无奈，媳妇这咋办呀？来给我！李香秀一边擦手一边过来，只见他轻轻摇晃了几下，小家伙当场安静。我擦了擦急出来的汗，果然还得是亲娘管用。李建国端着一盆菜上桌，别闹了，赶紧吃饭吧。正儿八经的一大盆野菜炖猪肉，调味料只有盐，但是也挡不住香味四溢。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，我拿起窝窝头咬了一口，今天的窝窝头口感相当不错。李香秀的脸色却有些不自然，她小心翼翼地说：“宝山，你不要怨我，我是看你累了，才把今天的白面掺了一点点进去，想着让你吃得好点。”我笑着叹气：“媳妇，我说过很多遍了，你不要在我面前这么小心，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混蛋了。”李香秀松了口气，我拿出李德送给我的那瓶酒，用力吸了一口，真香啊！李建国眼神都直了，我赶紧给老丈人倒了一碗，爷俩一直喝到10点多，各自都有些微醺，终于收拾睡觉，躺在细炕上。李香秀钻进我的怀里：“谢谢你。”他前几日提起，父亲其实很喜欢喝酒，但是已经很多年没喝过了。他没想到我居然把这样的小事也记在心里。一夜过去，第2天天色刚亮，我在院子里劈柴，宝山饭做好了在灶台上，我去洗衣服。李香秀端着木盆往外走，我点了点头，但是看了一眼，立马跟上去，翻动着木盆里的衣服。
怎么了？李香秀十分疑惑。你拿什么洗衣服？我好奇地问。因为发现盆里并没有肥皂，李香秀有些无奈。咱家里没有肥皂，我就摘了一些皂角，然后弄了一些灶台里的烧灰，混合着用。他说的轻巧，没有肥皂洗衣服就得不停地敲，这可是个真真正正的体力活。而他还没出月子呢，我心里一阵酸楚，扔下斧子往镇上去。结果供销社里正好没货，说是都已经下发给各个村了，如果想要的话，只能去找他们买。我一下子为难了，手上可一分钱都没有。回村后，李德告诉我可以用猎物到村上去换，我想着用老虎换太不划算了，那就进山打些小东西回来换。事不宜迟，回去提着弓箭和步枪就上山了。由于上次打虎事件，镇上直接给我送了50发子弹，所以现在是底气十足。此时正是阳光明媚，树荫之下格外清凉。我凭借丰富的狩猎经验，没多久就用弓箭射杀了好几只兔子，拎着兔子往前走，身后突然传来咔嚓一声响。我瞬间回头，枪口已经对准那边。有了上几次的经验，现在反应相当快，可紧接着就愣住了。前面不是动物，是个人，而且还是熟人，一个满脸络腮胡的中年人，手里提着一杆单发猎枪。这人名叫张大奎，是我爹的结拜兄弟之一。两人各自放下枪，蹲在树下聊起了天。张大奎没想到我能走我爹的老路，他告诉我往南走大概2-3里路，有好几头鹿。我给他送了2只兔子。看着张大奎走路一瘸一拐的，心里一阵酸楚。在这饥荒年代，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。我暗自决定，如果能打到鹿，一定要给张大奎送一头去。转头往南边走，不多时就到了一处山沟，山沟里头则是许多低矮灌木。我端着枪走下山沟，突然前方传来一声怪叫，我立刻蹲下，这正是鹿的叫声。我顿时屏住呼吸，慢慢把枪伸出去。那头鹿丝毫没有察觉，依旧低着头吃草。瞄准许久，我却并没有开枪。现在所处的位置太差，开枪只能瞄准鹿的后脑勺，目标太小了，一旦放了空枪就再也追不上了。咬了咬牙，只能匍匐着往右边爬，想着挪动到鹿的侧面，打算瞄准鹿的耳朵，直接打个对耳穿。可偏偏这头鹿调转方向，只留给我一个白色的屁股。他妈的，我心里骂了一句，只能继续往前爬。咔嚓，不小心压断了一根树枝，那头鹿顿时警觉，抬头死死盯着我。这边鹿的鼻子抽动个不停，一旦闻见了人的气味，肯定立马就会跑。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一动都不敢动，僵持了几分钟。这头鹿终于放下警惕，低头继续吃草。我依旧不敢乱动，因为了解鹿这种动物的习性。此刻鹿的尾巴还在高高翘起，说明它根本就没有放下警惕。虽然现在看着还在吃草，但实际上已经随时准备要跑。就这样足足爬了10多分钟，看着鹿的尾巴下转，我才继续往前爬。终于找到合适的位置，屏住呼吸，子弹穿耳飞过。我惊喜大笑，赶紧冲了出去，找了一根粗壮的树枝，轻车熟路的把鹿绑在上面，挑着下山。大中午的路上也没人，我满头大汗回了家。老丈人正在炕上睡午觉，李香秀倒是还在等我，端着一碗打上来的井水，慢点喝很凉。我接过来咕咚咕咚喝了个爽快。谢谢媳妇，憨憨的笑了笑。李香秀接回碗，转身从饭橱子里拿出2个窝头，还有一碟油光光的蒸肉。你肯定饿了，先吃点吧。我拿起窝头，咬了一大口，兴奋地拉着媳妇到了院子里。看到那一头60-70斤的鹿，李香秀一阵惊讶，你还能打到这东西？老辈的人都说咱们这已经没有鹿了，你该不会又是跑到深山里去打的吧？言辞之间带着些许责怪。我赶紧解释没有，在南沟那边打的。下午夫妻2人一起动手，一会功夫就把鹿收拾干净了，直接挂在院子里晒。李香秀用一些破布缝了个罩网，用来隔绝苍蝇。两人进屋坐着喝水。媳妇，这种日子你还满意吗？李香秀愣了一下，满脸不可思议地说，我当然满意啊，我做梦都没想过能过上这种日子，我还以为这辈子就……他又想起以前的日子，眼神黯淡。我搂住他的肩膀，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想了，只要你高兴就好，我保证咱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。李香秀点头，突然又想起了什么事情。对了，中午李队长到咱家里来了，说是不管你打到了什么，直接去找他，不要去找村支书换东西。我想了想，好，那我现在就去。你要换什么东西吗？李香秀好奇地追问一句。我微笑道，我想换2块肥皂。说完转身出门，看着丈夫的身影，李香秀的小手紧紧揉在一起，眼里噙着泪花。她是真没想到，现在不但能够吃饱饭，丈夫还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心。擦了擦泪，她转身进里屋，把收集起来那些破布全部拢到一起，一针一线那鞋底，打算给我做一双新鞋。毕竟自家丈夫要天天上山打猎，鞋磨得很快。与此同时，我已经到了李德家里，做李德指了指旁边，是有什么事我也毫不见外。李德上下看了我一眼，你打到什么东西了？鹿？什么？李德惊叫一声，他显然也没想到我能够打到鹿，毕竟鹿在这几个村早就绝种了。行啊，你小子的运气可真够好的。我微微皱眉，到底啥事？收起震惊的眼神，李德神秘兮兮地说，你不是想换东西吗？我有个别的门路换得更多，而且还能直接换成粮票布票。一听这话，我顿时眉头紧锁。我说李哥，你这是正当门路吗？李德摆了摆手，脸色严肃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没什么正当不正当，反正咱们不犯法，你就说你愿不愿意吧。那当然愿意了。李德嘿嘿一笑，那你先回家去吧，天黑之后我去找你，把你打的鹿准备好。对了，鹿角和鹿鞭给我留着，我拿好东西和你换。我阴阳怪气的笑了笑，哎呦李哥，要这玩意干嘛用啊？你说呢？李德翻着白眼笑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打的是一头纯洁的母鹿，没有那些玩意。那算了，等着我去找你吧。李德摆了摆手。天黑之后，2个人一起出发。李德平日里挺正派，这次却显得鬼鬼祟祟。我扛着麻袋跟在他身后，心里猜的8、9不离10。所谓别的门路，应该就是有人收这种山货。这种事大小不一，若发生在大城市，就会被称作挖社会主义墙角，一旦被抓住，搞不好就会被枪毙。不过在这山村野乡，大家其实都是为了吃上口饱饭，这种事所有人都心照不宣，只要不捅出去，没有人会管。晚上，我背着麻袋跟着李德去换东西，没走多久，前方出现一座石拱桥，下面的桥洞里点着一盏气灯，这种气灯非常明亮，烧油的速度也相当快。
一般人根本就点不起。我心里也在默默盘算，能点得起这种灯，看来这个收山货的挺有本事，一会讲价的时候得多要点。李德呲着牙笑：“二舅我来了。”收山货的是一个瘦瘦高高的男人，脸皮儿也是白白净净的，看起来也就30-40岁。说小子，你说有什么好东西我才过来的？要是敢骗我，你可别怪我揍你。李德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颇为骄傲地扬起头，说道：“我没什么好东西，可是我这兄弟有。”宝山赶紧给二舅开开眼。我打开包袱，一堆虎骨虎牙，一张完整的虎皮，还有收拾出来的那头鹿。二舅眼神都看直了，快步走了过来。他拿起虎骨放在鼻尖闻了闻，甚至又用舌头舔了一下，颇为震惊地问道：“你小子是干什么的？”我面色平淡，守山的家里以前靠打猎为生。二舅有些不太相信，你放什么屁呢？就算你家里以前是打猎的，这老虎的骨头是新的，说看你这瘦胳膊瘦腿，你能打到老虎吗？我可跟你们说，来路不正的东西我不要。没等我回答，李德倒是先变了脸色。我说：“二舅你别瞧不起人啊，我兄弟厉害得很，就是他把我从老虎嘴里救下来的。你要是不信可以去查，镇上都有表扬的文件，他是打虎英雄。”二舅瞪圆眼睛，重新打量起我。他的确听说过打虎英雄这事，可实在没办法和我联系起来。在他的印象里，打虎英雄怎么着也得5大3粗。他眼珠子一转，突然脸色更加难看。该不会是你们两个从打虎英雄家里偷来的吧？李德皱起眉，用力挠了挠头。二舅你不要就不要，别这么侮辱人。我这兄弟可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再这么胡说八道，我真翻脸了。看着对方依旧心有怀疑，我微微一笑。既然咱二舅不相信，那不如这样，去我家里看一看，一切就都清楚了。行啊，二舅周强欣然答应。三人一路去了我的家里。一进门，周强就发现挂在墙根的2张狼皮，其中1张还是狼王的皮。他满眼震惊，举着灯就过去仔细打量，用手摸了摸，竟然不自觉地笑了。这是好东西啊，你怎么不一起拿给我？切，你刚刚不还怀疑人家吗？李德翻了个白眼，说着他赶紧冲过去，把你这破灯关了，也不怕让人看见。换了一盏煤油灯，周强在院子里转了一圈，看着那么多的痕迹，终于不再怀疑，尤其是看到我家里居然还有那么多肉，甚至都不自觉地咽了口唾沫。赶紧的，你到底做不做这单买卖？李德在旁边不断的催促。没问题兄弟，你也别怪我，我这也算是混江湖的，难免是得谨慎些。我并未生气，我理解，只不过你绕了这么大一圈，价格上面是不是得让一些啊？周强眼神闪烁，心思快速活动，这小子有这么好的手艺，以后打东西肯定不少，正好有几个大主顾需要这些玩意。他摸了摸鼻子，笑容满面的说：“这个当然了，这张虎皮和那些虎骨虎牙，我给你50斤的白面粮票怎么样？100斤我挑眉。”周强愣了一下，从来没见过这样讲价的。我微笑着，装出一副憨厚模样。二舅，我这兄弟比较认死理，你就给他100斤吧。你他妈怎么胳膊肘往外拐？我可是你表亲。二舅周强急眼了，偏偏手里有几个主顾都要这些玩意，他嘴角抽搐着说道的：“算你厉害，不过我手上就70斤白面票，还有20斤棒子面票，你觉得合适咱就换，不合适我也没招了。”李德和我对视一眼，自然是笑呵呵的答应了。周强把老虎身上的东西全部打包，虽然他也看上了那些狼皮和鹿，奈何手上已经没有粮票，只能嘱咐着抛下一句话：不许和别人换，以后我会再来。他离开后，我抽出20斤白面粮票递给李德。别，我就是牵线搭桥，真没有别的意思。我知道我拉过他的手，硬把粮票塞进去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当我是兄弟，你就别拒绝。李德竖起大拇指，好兄弟，你真够意思。送走了他之后，我和李香秀高兴的一起数粮票，建国也是笑得合不拢嘴。这么多粮票，省着点够一家人吃半年了。可突然我收住了笑脸，不对啊，我是想去换肥皂的。你傻呀？李香秀推了我一把，有了这么多粮票，换个肥皂还不容易吗？对，看我这脑子。我连拍脑门，看了看满桌子的粮票，全部收起来递给李香秀。给我李香秀受宠若惊，甚至都不敢去接。当然了，你是我媳妇，以后家里的东西当然都要归你管。将来以后咱们挣大钱了，你更得好好管钱。李香秀看了看父亲李建国，也是难以置信，想什么呢？赶紧拿着，我直接塞到媳妇的手里。李香秀点头答应着，仔细的塞到柜子最深处，生怕有人来偷。好了，咱们就赶紧休息吧，明天我再去一趟山里打些小猎物，然后去找村支书换肥皂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拎着枪就进山了。可走了没多久，喜子急匆匆的跑了过来：“嫂子，宝山哥呢？”李香秀正在做饭，起身擦了擦手，说道：“他已经上山去了。”遭了喜子一拍大腿，急得不得了。出啥事了？李香秀也有点慌。昨天晚上有一头熊冲进了牛圈里，霍霍了3头牛，还把看牛圈的3大爷弄了个半死。有人看见那头熊天亮的时候进山了。李香秀脸色煞白，当场愣住了，赶紧扯下围裙就要往山里跑。嫂子，你就别去了，我们民兵队的几个人已经上山了，我去找宝山哥。说完，喜子就赶紧往山里跑。与此同时，整个村子里的人都警戒了起来，关闭门窗不敢出来，谁都不知道那头熊会不会去而复返。民兵队的人都在村边警戒，拿着枪不停巡逻。而在山里，喜子和李顺正扯着嗓子不停地喊宝山哥，回音阵阵却没有半点回应，这可咋办啊？喜子急得直挠头，宝山哥那么厉害，想必看到熊应该也能跑得了吧？李顺虽然这么说，把他也急得满头是汗。山里面我正埋伏在草里，紧盯着那2条兔道，完全没有听见山下的呼喊声。可就在这时，几只兔子突然从那边窜了出来，我立刻举起枪，但下一秒就察觉到不对劲。这些兔子惊慌失措，跑得毫无章法，明显是被什么东西惊着了。正在疑惑之际，前方50米处一个黑影窜出，我一眼便认出这是之前遇到的那只黑熊。因为这头熊跑起来后腿明显有些瘸，咽了口唾沫，也顾不得这几只兔子，连忙转身就跑。这可不是开玩笑，2米多高的大黑熊，一熊掌就能劈碎我的脑袋。这么一跑，瞬间吸引了黑熊的注意力，黑熊当即发了狂，转头就朝着我追来。我吓得浑身发麻，玩了命的往山下跑。眼看着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，突然喜子和李顺出现在前面，3人一照面，这2个小年轻高兴的大跳：“宝山哥，可算找到你了，
快跑！我扯着嗓子大喊。两人愣了一下，然后就看到了我身后的大黑熊，当下撒丫子就跑。此时已经快要到山脚下，村里的民兵队听到动静，也都往这边聚集。黑熊这才停下脚步，站在原地看了好一会，终于转身朝着山里走了，一路跑到了山下。喜子和李顺的肺都快跑炸了，像野驴似的喘着粗气。什么情况？李德带着一群人跑了过来，是黑熊。喜子断断续续的开口，紧接着我也从树丛里跳了出来，腿一软，原地打了个滚，抱着枪抬头，快点，那头熊就在山上。李德一听这话，顿时脸色微变，指挥身后的人举起枪对准山上，然后便是噼里啪啦的一阵枪响。他们不知道黑熊已经放弃追赶了。回到村里，村民们都很害怕。李德也安排了民兵24小时轮岗巡逻，双手叉腰，严肃地说：“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把那头黑熊除掉。”我抬起头想了想，说：“这么大一头黑熊，好几枪都不一定打得死。我看还是在村里设个陷阱比较好。”李德不明白，在村里设陷阱多危险啊，不如在山上设陷阱。我咬着牙摇头，不行，这种畜生非常的聪明。行吧，打猎你是行家，民兵队现在就交给你指挥，我们具体该怎么做？两人走出屋子，很快就把民兵队的人都叫了回来，20多号人整整齐齐地站在院子里。我扫视一圈，大家分成3组，第一组继续在山里巡逻，第2组跟着我去挖陷阱，第3组负责看住村里的人。很快一大帮子人行动了起来，不多时就挖出了一个4米多深、直径4米的圆形陷阱。宝山哥，真的有必要挖这么深吗？喜子拄着铁锹问。当然，要不是时间紧迫，还得挖得更深才行。我招了招手，一旁的人扛来很多树枝铺在上面，然后用土盖住，最后铺上一层干土。紧接着，我从队里牵了一头驴过来，把驴拴在陷阱旁边，然后把所有人都叫了回来。下令之后，又让人把村里所有的狗征集到一起，同样分成了4组分发下去。到了晚上，我亲自带队，所有火把熄灭，民兵队的人全都上了房顶，月光下静静地望着大山的方向，一直到了后半夜，那头黑熊果然出现，肥壮的身躯挪动着，小心翼翼地下山，鼻子在空中嗅闻了好一会，这家伙原地盘旋，想要进村又有所忌惮。黑熊的嗅觉极其灵敏，往往能够闻到几公里开外的血腥味，所以我等人也不敢靠得太近。身边的喜子有点焦急，慢慢探出枪口，我赶紧摁住他的手，盯着他摇了摇头。这个距离，想要一枪命中脑袋很难，这是一场耐心的较量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这头熊终于向前进村了，哼哧哼哧的呼吸声越来越清晰，众人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。黑熊朝着村子北边的驴走去，院子里的几条狗顿时狂吠不止。黑熊果然吓了一跳，左右都是狗叫声，逼着他只能往前冲。那前方不远处正是陷阱，陷阱旁边的驴感受到了威胁，晃动着脑袋想要挣脱缰绳。看着黑熊越来越近，这头驴发了疯似的叫，不停地挣扎。黑熊停下脚步，盯着驴看了看，直接冲了过去。我和民兵队的人纷纷直起腰，满眼期待地望着。就在黑熊即将踏进陷阱之时，却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压低鼻子在地上闻来闻去。我心头咯噔一声，手心都开始冒汗。这头熊果然聪明，似乎看出下方是个陷阱，开始围着四周转圈，咬了咬牙。我端起枪瞄准黑熊脚下，一声枪响如炸雷，黑熊吓得浑身一颤，直接往前冲，正好掉进陷阱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呆愣在了原地。黑熊在陷阱里挣扎怒吼，我已经冲到陷阱边，居高临下俯视着黑熊。狗熊那乌黑的眼珠子透出阵阵恨意，巨大的熊掌力气极大，抓动着土墙就要爬上来。我移动枪口，又是一枪，黑熊瘫软倒地。李德等人气喘吁吁跑过来，看了我一眼，各自都探头探脑的往下看。我的妈呀，这头熊恐怕得有500-600斤，咱这山里居然有这么大的玩意！这些人七嘴八舌的议论着。没多久，村民们也举着火把围了上来，看见死熊都吓得瑟瑟发抖。最后10几个人一起才用绳子把黑熊拉上来。李建国和李香秀也赶了过来，村民们回头看了父女2人一眼，全都笑呵呵的让了条路。老李头没看出来，你的眼光还真厉害，掉了这么个金龟婿。香秀啊，下半辈子你肯定有福了。几个大婶笑呵呵的吹捧着。父女2人对视了一眼，心里也不由得提起一股自豪劲。正在人群吵吵嚷嚷之时，村支书带着人赶了过来，看见眼前的黑熊也是惊讶不已，转身重重一巴掌拍在我肩膀上。好小子，我就知道你能行。李德也在旁边帮腔，书记，这次咱们能够大获全胜，全都靠着宝山指挥得当。村支书满面红光，因为黑熊进了牛圈的事情，他正思考着怎么去镇上接受批评。如今这头黑熊被干掉了，正好可以拿上去将功补过。为了感谢我，村支书直接帮我把户口迁了过来，有了户口，李香秀也就可以去队上干活赚工分了。这可把一家人开心坏了。我和村支书心里也是暖洋洋的，从来没感觉到这么踏实过。回家路上，李德又送了2块肥皂过来，说是村支书奖励我的。我自然知道是李德帮忙周旋，心里也是十分感激。回到家里，李香秀笑盈盈地端出一碗热粥。大米这是哪来的？我格外惊讶，南边4婶送过来的。还有呢，这个是后屋李叔给的大酱。他笑得合不拢嘴。锅台上摆满了各家各户送来的东西，都是为了感谢我的恩情。我在这村里混了一辈子，从来没见过谁有这个待遇。李建国脸上也是笑容不断。到了深夜，李香秀小脸通红，钻进被子直接抱住了我。我嘿嘿一笑，要不再造一个老二，我还没出月子呢。李香秀红着脸小声说，过了今年，明年可以试试。我一把将她抱在怀里，到了明年，咱们的日子肯定也就好起来了，养个老二应该没压力。第2天早上，我拎着枪扛着东西出门，路上不少人都和我点头打招呼，但我并不是去山里，而是直接回了自己村，站在山坡上，远远望着自己曾经的那个家，眼中没有任何留恋，转身绕过去，直接到了张大奎的家里。张大奎在院子里弓着腰磨刀。大爷吃了没？我笑呵呵的进门。宝山，你这是？张大奎满眼意外之色。我把包袱放到一旁，里面是10斤棒子面和5斤白面。上次打猎，你给我指了条道，我真打了一头鹿，我得上门谢谢你。拿走拿走，我不要。张大奎连连拒绝，抓起包袱就往我手里塞。大爷，我拉下脸，你这是打算断了咱爷俩的关系啊？放屁！张大奎皱眉，我和你爹是拜把子的兄弟，你要来看我，
过来和我说说话就行，不用给我拿东西。我无奈叹气，这老头估计一天吃2顿饭都困难，直接提着东西进了里屋。臭小子，谁让你拿进去的？我放下东西小声说，大爷这些东西不白送，你是要换你消息的。我最近一直打不到猎物，我爹的手艺我连一半也没学会，所以大爷你就帮帮我，咱们爷俩一块打猎。张大奎愣了半晌，眼神逐渐恢复光亮，想起了曾经和我爹一起进山的光景，咱们这就走。张大奎连个徒弟都没有，这一刻他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徒弟。我俩很快便进了山，一路上张大奎的话很多，指着这片山林侃侃而谈，什么地方大概会有什么猎物，他全部记得清清楚楚。在山里一定要多做记号，不准嫌麻烦，要是被黄皮子迷住了，你就知道记号有多么重要。我连连点头，这些东西都是宝贵的经验。张大奎还告诉我，山里有几处泉眼，两人一前一后围着山转圈，一直到了下午2、3点。张大奎低头一笑，谁都有年轻的时候，我年轻时也觉得自己了不起，什么野猪老虎一箭就射死了。他眼神暗淡下去，直到死了几个人，我才真正收住了心。言辞之间，正是一个长辈在谆谆教诲后辈。大爷，我突然打断他的话，自顾自地盯着远处。张大奎眼光一闪，顿时也警觉起来。两人远远地看过去，只见一撮猎毛从树叶间缓缓移动，看样子是一头野猪。我拎起枪就要摸过去，回来张大奎拉住我，刚跟你说你就忘了，在这山里一定要谨慎。张大奎用柴刀轻轻拨开叶子，远远望着那头野猪，野猪身后还跟着10几个小猪仔。猎人一般不会杀掉带孩子的猎物，但野猪除外，因为野猪这种东西几乎泛滥了，繁殖速度非常快。我眉头紧皱，端起枪就要打死那头母野猪。张大奎的手突然按住枪头，用眼神示意我往远处看。我眯着眼睛仔细瞅了瞅，顿时倒吸一口凉气。好家伙，前方100多米的林子里，几条狼的身影一闪而过，刚才要是开枪，那就完蛋了。我颇为敬佩地看了看张大奎，这些狼都要攻击野猪，明显是已经饿疯了。那咱现在怎么办？张大奎眯着眼睛说，那些狼是盯上了小猪，他们奈何不了那头大猪，不过最后打起来大猪肯定会受伤，咱们跟上去找准机会，说不定能打到那头大猪。我露着牙笑，也正是这种想法。两人立刻起身远远地跟着，前方传来一阵阵狼嚎，还有野猪的怪叫声。两人加快脚步，来到小山坡顶，下方是一处平缓的山沟，野猪带着一群小猪被围在中央，狼群时不时试探进攻，野猪低着头不断用獠牙拱，但是狼群也很聪明，每一次都轻巧地跳开。看见了没有？狼是想把野猪的力气耗光。张大奎指点着，我点头。那咱们什么时候出手？等着吧。张大奎倚着草瓣躺着休息，那群狼把小猪叼走之后就会撤退，那时候咱们打死那头野猪。我想了想，继续趴着观看下方战况，一切果然都如张大奎所说，狼群不停地调动母野猪的注意力，然后乘机叼走小野猪。我擦了擦头上的汗，不由得想起自己被围攻的时候，真是险之又险。可仔细回想又觉得不太对劲，之前遇到的狼群似乎没有这么聪明。就在此时，我发现狼群后面还有一只残疾的狼，喉咙里时不时发出几声低吼，简直就像是在指挥整个狼群。但是狼群怎么会让一个残疾的家伙指挥呢？我越看越好奇，轻轻拍了拍张大奎。张大奎转过身瞄了一眼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不应该啊，怎么还有这种畜生？我察觉他的表情不对劲，咋的了？咱们赶紧走。张大奎拉着我就往后撤，老猎人这种反应绝对是有真正的危险。两人滑下山坡，张大奎迈着一条瘸腿奋力逃跑。大爷到底咋回事？我一边跟上一边问。那不是狼，那是狈。张大奎有些慌张地回头瞄了一眼，明显是在害怕。老猎人一辈子在山里什么没见过，居然会被吓成这个样子。狼狈为奸说的就是这个东西。张大奎语气都有些哆嗦。狼虽然聪明，终究也是个动物，但是狈不一样。这玩意身体残缺，但脑子贼好使，上了年月的狈，精的就像是个人。我听了心里难免有些怀疑，再怎么聪明，终究也是个动物，不可能比得上人。可是张大奎接下来的话，彻底刷新了我的三观。早年间，张大奎和我爹一起，10几个猎人带着土枪和弓箭进山围猎，他们遭遇了狼群精密设计的陷阱和围攻。那一次，他们差点全军覆灭。张大奎止不住地打了个寒战，整个围攻就是被指挥的。幸亏你爹枪法好，最后我们才逃出了5个人。我停住脚步，目光凝重。既然这样，就更不能留下他了。你给我回来！张大奎死命拽住我。我们当年遇到的那只狈就是刚刚那只，多少年了居然还活着，肯定是妖怪。我眉头抖了抖，8成是你看错了。你放屁！那玩意的后背上有那么长一道疤，就是当年你爹打的。张大奎急得声音嘶哑，别犟了，赶紧跟我走。我却甩开他的手。我俩站在这个位置，已经能够眺望到山下的村子。我是守山人，黑熊下山的事情刚刚过去，绝不允许这么危险的东西威胁村子。更何况手上有一杆正儿八经的步枪，隔着200米，也有信心一枪爆头。我回去趴在山坡上，把枪伸出去，眯着一只眼睛瞄准，距离那只狈顶多也就200米。我深呼吸，手指慢慢放到扳机上，远处的那只狈却突然回头了。我瞪圆眼睛，立刻扣下扳机。几乎在同一时间，那只狈立刻挪动身子，砰的一声，子弹击中了他的后腿。狼群纷纷停止攻击，转头望着我的方向，呜发出一声低吼。狼群立刻朝着我发起冲锋，心脏砰砰狂跳。我咬着牙，重新推上一发子弹。狼群距离我越来越近，我的目光却一直紧紧盯着那只狈。我的手很稳，再次扣下扳机，砰，子弹却打到了地上。原来就在电光火石之间，狼王冲了出来，咬住狈的脖子，用力一甩，稳稳落在自己背上，4条腿发力转头跑进了树林里。我满脸不可置信，可狼群已经追了上来。我猛地起身，把枪当棍使，狼群围着我转圈，一个个龇牙咧嘴，随时都要扑过来。嗖，一支箭飞来，当场射翻了一头狼。张大奎在树上不断张弓搭箭，一支又一支射得很准，眨眼的功夫就有4、5头狼倒在地上，剩下的那些缩着脖子往后退，却依旧犹犹豫豫没有跑。我赶紧给步枪填充弹药。树林深处传来一声狼嚎，剩下的那些狼立马就撤退，眨眼的功夫消失在树林里。你怎么就是不听我的？现在好了，我告诉你，接下来半年你不准再往山里来，非要打猎也只准在山脚下转悠。
这东西非常记仇。张大奎脸色煞白，言辞之间满是怒意。我握紧拳头，自己居然不是一个出手的对手。大爷，这次是我莽撞了，咱们先回去吧。张大奎这才缓和了脸色，我先送他回了家，然后转头回到自己家里。一进门，李香秀就察觉到我的脸色不对，宝山遇到什么事了？我并没有把今天的事说出来。吃过饭，我坐在灶台旁，看着跳动的火光，眼神逐渐凶光毕露。爹媳妇，你们先睡吧，今儿晚上我得进山一趟。还去啊？李香秀有些心疼，我背着枪就要往外走。等一下，你把这双鞋换上。李香秀已经缝好了一双新鞋，我低头看了看露着脚趾头的旧鞋，笑呵呵地接过来。夏夜凉爽，我并没有直接进山，我先去了李德家里，把白天的事说了一遍。李德微皱着眉，还有这种东西，真他妈邪门！我目光凝重，我想借你的那把匣子炮。李德手里的确有一把崭新的德国匣子炮，这玩意1-2秒的功夫就能打出20多发子弹。李德天天当宝贝供着，我借给你，这东西有可能威胁到咱们村子的安全，我也不能小气。说着，他从里屋把那枪拿了出来，还有2个弹匣，我就这40发子弹。他恋恋不舍地递了过来，你可千万小心用，别给我整丢了。我握在手里掂量了几下，放心，人在枪在。我趁着月色再次进入山里，来到白天那处山坡，我把步枪检查了一遍，又再三确认打开了匣子炮的开关，沿着当时那只被逃走的方向追。远处的山头上突然传来一声狼嚎，紧接着便是一片片狼嚎声此起彼伏。我脚步轻快，循着声音跑去，鼻子动了动，前方的狼腥味格外浓重。我立刻停下脚步，我在一棵大树后探出半张脸往前看，一群狼围堵成一圈，仰头对着明月长啸。在狼群的中央有好几只细长的黄鼠狼，地上还有一只死去的狼崽子。看这架势，应该是黄鼠狼咬死了狼崽子，又被狼群给围了起来。我不想管这些，我的目光一直在寻找那只背。终于，我看到那只背躲在狼群的角落里，还有树叶阴影遮挡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清。狡猾，我心里暗说一句。我爬到树上，架起步枪瞄准背，屏住呼吸扣动扳机，子弹直奔背的脑袋。子弹居然打到那东西背后的树上，我大吃一惊，满眼不可置信。这个距离瞄得还那么准，怎么能打空呢？可事情就是这妖巧，我扣动扳机的瞬间，那只背刚好累了，趴倒在地，子弹就这么擦肩而过。枪声打断了狼嚎声，狼群绿油油的眼睛纷纷看过来，我心里发毛，但我却并不慌，因为我在树上。这群狼再厉害也爬不上来。咔嚓咔嚓，我快速蜕壳上弹，但再次瞄过去的时候，那只背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。狼群在草里慢慢缩小包围圈，把我困在了树上。就在此时，我看到一个黑影从狼群后面横着跑了过去，看那一瘸一拐的姿势，还敢挑衅我。我举枪就射，子弹没入草丛，很显然没打中。紧接着那只背竟然又从草里探出头，挑衅似的看着我。我靠，我一枪接一枪，一连开了10几枪，竟然都没有打中。我端着枪愣住了，脑海中浮现张大奎说的那些话，难道这辈真的已经成精了？咽了口唾沫，我原本有恃无恐的心悬了起来，看着那玩意在草丛里蹦来蹦去，我心里的怒火蹭蹭直涨。我突然有一种冲动，想要冲下去干掉这只背，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。我的脚踏出树杈，可就在悬空的一刹那，我的理智猛然回来了，冷汗顺着额头滑落。我望着下方，发现狼群都仰着头静静地看着我，刚刚差点被这东西给迷住了。那只背似乎也看出了我没有中招，钻进草里彻底消失了。我心里暗自发很好啊，敢跟我玩这套，我他妈突突了你们！我大吼着掏出匣子炮，用力扣紧扳机，砰砰砰，20发子弹倾泻而出，瞬间打死了5、6头狼，剩下的狼群掉头就跑。我换个弹匣，举起来又要打，可狼群距离已经有点远，我干脆端起步枪开始点名，每一发子弹射出，都有一头狼倒地。打完5发子弹，我手速极快的在填弹药。可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听见身后传来挠树干的声音，我猛然转身，这一眼差点把我的魂吓掉。身后树下正有7、8只狼在叠罗汉，已经快要掏到我的屁股了。要不是我的耳朵好使，这回肠子都得被掏一地。没有任何犹豫，抬手就是一枪，子弹射入最上方那头狼的眉心，上面那几只狼失去平衡，摔了一地。我也在此时终于发现，那只背不是跑了，而是绕到了我的身后。这几只狼叠罗汉全是他在指挥，背此刻就躲在不远处的草丛叶子下面，可是只藏住了脑袋，屁股和尾巴还露在外头。王八犊子，我让你躲！我抬手就是一枪，只听嗷的一声，被怪叫着跳了出来，张着嘴不断的去咬屁股。可那里已经鲜血淋漓，脊椎骨被轰断了，挣扎了几下就躺在地上，只剩下喘气的份。我目露凶光，又补了一枪，确定那玩意死透了，没了主心骨，剩下的狼乱作一团。我干脆直接跳了下去，拿着匣子炮突突一通，最后仅存的一头狼跑进了深山里。我回头看了看地上的那只背，已经彻底嗝屁了。我好奇地走到刚才狼群围成一圈的地方，黄鼠狼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但这深山里面怎么会有这么一块平地？这明显是人造的。我蹲在地上，用手抚摸着青石条，上面有非常规整的篆刻纹路。看这些青石条堆积的规模，下面似乎是一条甬道。我倒吸了口凉气，该不会是发现了什么古墓吧？这穷乡僻壤的，也没听说有贵族啊。我怀着疑惑，拨开藤条钻进甬道，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处山洞，2米多高，漆黑无比。我打开包袱，拿出一个小铝盒子，里面是火镰，再从包袱里拿出松油火把点燃。我举着火把，端着枪，蹑手蹑脚地往前靠，脚下是已经干燥开裂的淤泥，还能看到很多狼蹄子的印记。很明显，之前那群狼就在这洞里栖息，一直走了大约50多步，眼前豁然开朗。举着火把往上看，大概3、4米高，2、300平的空间，中间摆着很多的大木箱子，上面还有很多加固的木条，还写着一些斑驳的字。举着火把靠近，我皱着眉费劲的辨认，迫击炮啊！下一秒我心脏骤停，赶紧把火把拉远。难道说这几10箱全是炮弹？我顾不上满地狼的尸体，连夜跑下山和李德汇报了情况。听到有炮弹，李德满眼放光，让我带路，带着民兵队就进了山。直到第2天上午，我才和民兵队一起下山，顺手还把那些狼都扛了回来，全都堆在我的院子里。
兄弟，李德拍着我的肩膀，这次你可立大功了。刚刚书记跟镇上确认了，这批炮弹正是之前遗失的那一批。他舔了舔嘴唇，小声说道：省里和军区都在找你，就等着拿嘉奖吧，说不定还能得一枚奖章呢。我彻底松了口气，功劳什么的我没兴趣，能活着回来已经很高兴了。我得赶紧和书记去一趟镇里。书记说了，这些狼全都归你了，天热你赶紧收拾收拾吧。李德说完就赶紧走了。李香秀和李建国十分担忧地看着我，宝山你没事吧？我转过身，一把将媳妇抱进怀里。香秀能再看见你真好。李香秀眼眶泛红，院子里这么多头狼，她能感受到自己男人肯定是经历了九死一生，所以才会有此感叹。一家三口忙活着处理这些狼，下午梁桂花也笑嘻嘻的过来帮忙。我的大兄弟就是厉害，这么多狼吃肉也得吃好几天啊。我自然听出他的话外音，笑呵呵的回道：老子我们肯定吃不完，一会你拖2头回去吧。哎呀，那多不好意思呀。梁桂花笑得无比灿烂，手脚麻利的挑了2头比较大的狼放在脚边，忙活了一下午才弄完。院子里挂满了狼肉和狼皮，一家三口叉着腰看着，脸上都是丰收的喜悦。宝山，左邻右舍之前给咱们送了不少东西，我们是不是也该回礼？李香秀小心翼翼地看着我，我抓住她的肩膀，家里的东西你说了算。李香秀这才放松地笑了好，不过家里不管有什么事，我都得和你商量商量。我哈哈大笑，行吧，反正我们一家人快乐的在一起就好了。天刚蒙蒙亮，我下炕洗脸，我的妈呀！李建国在院子里一声惊呼，紧接着是李香秀颤抖的声音：爹，他们这是怎么了？黄大仙啊！李建国拱手拜着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们可不能坏了规矩。我家地方小，你们另寻去处吧。我快步跑到院子里，一眼就看见媳妇和老丈人面前有3只黄鼠狼，提起2只小爪子，探头探脑往院子里面看。看到我从门里出来，3只黄鼠狼立刻冲到我面前，细长顺滑的小身子，嘴里却拖着1只大野鸡，1只棕黄色野兔，最后1只黄鼠狼格外费力的过来。我好奇的一看，好家伙，竟然是叼来了1只小狼崽子。3只黄鼠狼凑到我脚边，用鼻子闻了闻，转身一蹦一跳的跑远。李建国松了口气，用力抚摸着胸口。宝山真是把我吓一大跳，我还以为黄大仙上门是要来找你寻仇呢。爹，我当然不会破坏山里的规矩。哎呀，那就好。李建国点头，盯着地上的野鸡兔子，还有那小狼崽。不过黄大仙为什么要来找你报恩呢？这个就说来话长了。我把遇见狼群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个遍，父女2人听得心惊胆战。宝山以后可千万不能再这么逞能了。李建国拍打着我的胳膊嘱咐，有老婆有孩子，打点猎物够吃就行。我笑呵呵的点头。旁边的李香秀却面若寒霜，用力跺了下脚，转身进屋去了。李建国背着手说道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你阴差阳错的救下黄大仙，以后进山其实也多了重保障。我点了点头，我的目光一直盯着地上那只小狼崽。这小玩意看起来顶多也就1-2个月大，但已经展现出狡猾品质。拨动脖子，小狼崽子毫无反应，像是脖子断了一样，任凭我如何刺激，这只小狼崽子一直保持着装死状态，但是肚子却一直在微微起伏。有意思。我拎着狼崽子放到磨盘上，我搬过马扎，就这样静静的耗着。宝山这玩意养不熟，别瞎琢磨。李建国微微皱眉，狗是狗，狼是狼，养狗1月能看家，养狼万年喂不熟。但我不这么认为，我有信心把这头小狼驯化成一条忠诚的狗。说起来，人类世界中的第一条狗本来就是由狼驯化来的，人们口口传说狼养不熟，不过是方法不对而已。所以我只是笑了笑，经历2世，在面对进山打猎这种事，与其相信队友，我更愿意相信动物。一直过了2个多小时，这头小狼终于再也忍不了，哼唧了一声，4条腿胡乱扑腾。我微笑，手捧了一点水递过去，哗啦哗啦，狼崽子迫不及待地喝水，几乎要把整个脑袋钻到我的手里。小心它咬你！李建国赶紧大声呵斥：爹，你看它不会咬我。我将小狼崽子抱起来，这小家伙格外温柔，吐着鲜红色的舌头喘气，眼神也不再凶狠，反倒像狗一样温和。看着这一幕，李建国有些难以相信。我也已经制定好下一步计划，我要和这头狼崽子共同成长。我之前喜欢胡玩乱搞，身体早就已经透支的厉害，必须通过训练恢复如初。当天下午，我就带着狼崽子进山。虽然一开始这小家伙十分抗拒项圈，不停地用牙齿去咬，我看见就是梆梆2锤，小狼崽子立马就老实了。其实在小狼崽子眼中，我就是一个新的狼王。我一边大声讲课，一边带着狼崽子在丛林里任意穿梭，一人一狼在山上训练。磨合了1个多月，我身上的肌肉线条越发明显，全身透着一股狠劲。收养的那头狼崽已经长大了1圈，食量也越来越大，我只能天天进山，带着它打一些野兔野鸡。狼崽子的扑杀能力也越来越强。回了家，把打到的几只兔子交给李建国，我抱着狼崽子坐在灶台边，媳妇帮我弄盆温水，我给这家伙洗澡。李香秀一阵皱眉，既有些嫌弃也有些害怕，这东西不会咬我吧？我们俩的小闺女却丝毫不怕，挣扎着要从我怀里出来。2只小胖手想要去抓狼崽子，我哈哈大笑，不愧是我的闺女，果然胆子够大。我帮小狼洗完澡，顺带给她取了一个名字，你叫阿呆。狼崽子站在原地左右歪头，似乎在认真聆听这个名字。忙完，我又带着小狼在院子里训练。李德突然出现在门口，老弟有事找你。我看了他一眼，发现李德身后还跟着好几个人，领头的是个穿着绿军装的女人，腰间还有一把枪。我立刻意识到事情不小，吹了个口哨把阿呆给叫过来，接着关到了木头笼子里。李哥进门说吧，不用你先出来。李德招了招手，他拍着我的后背，回头望着李香秀笑，弟妹，弟妹你别担心，不是什么危险的活，他得和我们出去几天，你体谅体谅。李香秀当然得顾及我的面子，连连摆手笑道，李哥别开玩笑，只要能为咱们村里做贡献，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他。李德点了点头，拉着我出去，一行人也不说话，一直来到山脚下。民兵队在四周警戒，他们身后赫然是10几辆驴车，每辆车都装得满满当当，看样子似乎是粮食。我指了指疑惑地看着李德，是隔壁镇上的运粮队，刚从县里回来，
李德抬着手介绍，他们有点事在路上耽搁了，为了能够按时赶回去，必须得从咱们这番山。山里的情况你比我熟悉，所以他们请你当个向导，顺便兼任护标的。他指了指那位英气十足的女子，这位是运粮队的队长，叫霍宇。接着他又对霍宇说，这位就是我们这有名的打虎英雄张宝山。你好。霍宇笑起来明眸皓齿，手上虽然有茧子，但也依旧细嫩。我礼貌地笑了笑，然后就拉着李德走到一旁。这我如果跟着他们过山了，山里要是再有什么情况，我可就是擅离之手。这个你放心。李德拍了拍我的胸口，镇上都有文件，你安安心心的带路。另外，李德摸了摸鼻子，搂住我的肩膀，路上一定要好好照顾霍宇，不要让他受伤。我先谢谢你了。我顿时脸色微变，眼神怪异地打量着对方。我说李哥，你行啊，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，你放什么狗屁？李德顿时恼了。霍宇是我大姨的亲闺女，正儿八经的亲表妹。原来是这样，抱歉，我赶紧道歉。然而站在不远处的霍宇已经听到了我的话，顿时心生不满。李队长，霍宇阴沉着脸说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们要赶紧出发了。好。李德回头笑着，叫什么李队长？你好歹叫我声表哥，你老是这样冷着脸，小心嫁不出去啊。霍宇翻了个白眼，转身招呼着身边的人检查驴车，准备出发。一个剃着寸头的小年轻却笑呵呵地跑出来，老远就朝着李德伸出右手。李哥，我叫范虎，是这次任务的副队长，你放心，路上我一定会照顾好霍宇，也不会让他嫁不出去。李德认识这个家伙，一直对霍宇图谋不轨。我和我表妹说话，没你什么事，滚一边子去。范虎愣了一下，心头一阵怒意上涌，但依旧扯着笑脸陪笑。是，看见了没有，这种笑面虎最不是东西了。路上你得替我看住我表妹，别让这家伙动歪心思。李德小声嘱咐我，我轻轻点头。在众人的目送下，一行人赶着驴车进了山，越过小土坡，前面的路就全是山间小径。我转过身，霍队长，这一段路相对安全，我们加快速度走。等到了深山，山路难走，野兽出没，咱们肯定会走得慢。霍宇点头，就按你说的来。看着我俩，范虎心中涌起一股醋意，一口一个咱们叫的还真亲啊。他小声嘟囔了一句。一行人就这样前进了一天，除了路上碰到的几只野鸡和兔子外，什么也没遇到。接着是第二天，马上就要进入深山区了。我大声说道，我要立几项规矩，任何人都要严格遵守。第一，不准乱叫，说不定会引来什么东西。第二，谁都不准掉队，就算地上有个金疙瘩也不准捡。第三，自然是不准乱吃东西。山里很多东西看着挺漂亮，一口下去可能小命不保。山势越来越陡峭，所有人的体力消耗得很快。等会范虎有些上气不接下气，他断断续续地说在着急，也不能把我们都给累死。休息一会。我转过身，我脸上也出了不少汗，但呼吸还是颇为均匀。得亏前段时间和狼仔在山上练体能。我下意识地仰起头，想看太阳判断时间，但浓密的树叶遮住了阳光，根本看不清太阳的具体位置。现在是下午2点1刻多。霍宇喘着气说，这正是最热的时候，还是让大家休息一下吧。我咬着牙，我何尝不想休息，但是现在是最安全的时候，大家再坚持，一口气赶到山顶，然后再休息，那里更安全。